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9月30日下午的16点17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还是看一下外围市场表现啊。昨天道琼斯工业指数在反弹之后继续出现了一个下跌，意味着当前时间道指呢处于一个下跌趋势过程当中的一个震荡行情。我们看到了道指的下跌呢始于在1690均线附近受到压力之后的一个下跌，那么日线级别两轮下跌吸收之后呢，周线级别上出现了周线级别的下跌。我们知道啊，周线级别它走出了2轮半下跌吸收之后一轮反弹，反弹之后，本轮行情是新的一轮周线级别的下跌。这一轮周线级别下跌呢，是与之前的反弹时间级别相互对称的。所以呢，我们在行情当中看到了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走8戒阴线组，然后沙僧阴线。那么本周呢是走一个唐僧阴线。那么今天是周五，这根唐僧阴线不一定能够完全走完，它有可能是2-3根阴线构成的一组K 线组构成的一个 K 线组就是当中可能会有反弹，可能会有下跌呢，最终呢会完全脱离于沙僧阴线，最终呢走出它的唐僧阴线。那么本轮的周线级别下跌呢，是与2020年2月份的这轮快速下跌是相互平行的。我们看到了这里是一个相互平行的周线级别的下跌结构。那么随着道指不断创出新低呢，比特币在最近一段时间内没有创出新低，并且始终处于一个震荡的行情。所以呢，很多人在这段行情当中都认为比特币已经完全脱离于美股了但我并不这么认为美股只要不断持续下跌，最终呢走出周线级别下跌吸收，比特币一定会走出什么呢？走出一个补跌的行情。当然了，比特币有自己的独立的个性在这里面，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在这里。首先呢，比特币在17605低点出现之后呢，它形成了波谷，目前这个波谷呢位于18500美金附近。这个波谷形成之后呢，它出现了第一轮反弹44%，第二轮反弹23%，第三轮反弹，目前最大的反弹力度从这个第三次波谷到这个高点位置大概是12%左右反弹力度不足，但始终坚挺于18500美金之上那么这一轮行情我认为它的最大的反弹幅度大概率不会超过22000美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的反弹的目的呢是对这个3万美金到这个17605这个区间下跌形成的筹码空缺区进行第三轮的回补。我们看到了第一轮回补在这里，第二轮回补在这个位置，那第三轮回补是在这个附近。所以呢，我认为到达21000美金附近基本上是它的最大的一个反弹力度然后我们把时间级别调整到微观一些的4小时级别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了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也就是说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它做了一些工作。首先快速拉升之后快速下杀，多空双杀之后在这里面盘整震荡，并且在震荡过程当中它正在偏离于这个焦点的这个位置。那么我们知道行情是动态的，是变化的，它的结构一旦形成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发生一定的变化。那么当前行情它的这个变化还没有完全结束，还没有完全产生一个新的结构。那么未来的结构呢，我认为它会逐渐的形成一个更窄的一个收敛三角更窄的一个收敛三角，然后呢在这里面做一些震荡工作。那么现在目前我感觉到在4小时级别它有回踩一下19000美金的这个需求有回踩这个位置的一个需求。那么在更大的一个周期上，我们认识到这一轮行情第三次反弹它的力度是不足的，仅仅是一直在震荡它也不跌下去也不涨上来仅仅是震荡。那么如果未来行情能够给到我们一个21000美金的一个位置那是一个补充空单的一个位置
补充空单的一个位置。因为整轮行情我们都看到了它的结构，黄色线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这形成的这个大的结构依然存在。在这个大的结构当中，怎样的震荡最终都会跌破底边线底边线也就是18500美金，这个位置是一定会跌下去的前面跌下去又收回来，这个不算跌下去不收回来，这个时候呢就是空头发力空单获利的时间点。那么我们在行情当中要做到3点第一点呢，做趋势。那目前的趋势呢是震荡趋势，如果一旦跌破18500美金，下跌趋势就要开始。那最后呢，它的下跌趋势一定会开始的，因为我们看到了美股都出现周线级别下跌了，美元都涨到天上去了，7.1块7.2块了，对吧？最终行情会有一个补跌的过程，跌破18500。那么这个时间点呢，我认为大概是在10月底到11月初的这个时间点会出现。所以呢，我的这个第4个这个圆圈，也就是波谷的这个位置画在了11月10号附近我们知道一个结构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三角形之后，越接近焦点的位置越容易发生变盘。那么我们的这个真实的这个结构，为什么说真实呢？因为波峰连线，看我图波峰连线在这儿呢，我是根据事实上的波峰的位置画出来的。波谷连线呢也在这儿呢我也是根据这个事实的波谷去画出来的。这个结构存在很久了，我大概是在6、7月份就画出了这个结构，当然也是它走出来之后画出来的。我不可能说凭空想象随意的去画这个线那么画出来不真实。但是我画出来这根线之后，我就判断它在这个底部会有4次波谷等位置等位置出现之后一定会下杀。那么前面行情当中，我们同样看到了21年的1月到22年的5月，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这是1次波谷、2次波谷、3次波谷、4次波谷。当然了，我们看到了这个2次波谷它很微妙它在这里面震荡了2个多月才形成它一个波谷集团但是这一堆波谷集团呢，我们认为是1次波谷，单次的波谷。那么行情走到这里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同样观察到了类似的现象正在发生。第一次波谷集团呢，我们认为是这里因为17665低点出现之后，它只是插针，不算一个波谷。第一次和第二次，它们两个算1次波谷。第二次波谷呢非常明显了下杀过来之后，它的反弹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波谷位置。那么第3次波谷，也就是当前的这个位置，它越走越弱了，走得非常弱势，甚至反复敲击波谷的这个位置。为了什么呢？为了让大家感觉到18500这个位置是铁底，跌不下去了，前面2、3次都跌不下去，这次也跌不下去，并且这次反复触及，在日线级别反复触及都跌不下去。所以呢，很多人会认为18500已经是铁底了，甚至再往下跌一点无所谓嘛，还会反弹上来。会不会反弹上来呢？有可能会反弹上来，但是最后超级主力呢会给你一次最后的机会，再次到达18500这个位置后，一定不会再反弹上来了，甚至是反弹上来随即杀下去。一旦4次波谷形成，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下跌信号下跌信号。当然了，我们看到18年的行情当中我们回看18年的行情，看历史呢，你就知道现在它大概率会怎么走。历史上18年的行情当中，10月份每年的10月份都是比特币月嘛。10月15号，18年的10月15号，它在震荡过程当中不断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要发生变盘吗？要发生变盘，但是它突然一个拉升，这个拉升当日涨幅达到 23.57%。虽然有如此大的涨幅，但是我们看到了上方压力线144均线和169均线对它进行强有力的压制，然后回打下来之后不断震荡，最终跌破的时间11月14日发生持续的下跌熊市
杀的这个过程啊，最终呢它下跌了50%。那么我们当前的行情和刚才我们看到18年10月份的行情非常雷同啊，非常雷同。我们回到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啊，非常雷同啊。虽然有可能在比特币月出现一个快速的上涨，甚至这个涨幅呢达到20%左右，但是那一定是啊我们空单补充我们空单，或者是我们空单进场的一个时间点啊。因为历史呢往往是错位重复，我不确定会在10月20号，像18年的时候10月20号左右它出现一个快速拉升，一个拉升20%，但是呢它如果出现拉升啊，一定是做空的一个时机啊。当然了，从当前的事实上的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形成的这个焦点来看啊，大概率的变盘时间还是在11月份左右啊，还是在11月份。那我也希望比特币在10月啊，比特币这个月啊有一个很好的震荡，很好的把这个多单吸引过来的这个机会，甚至说啊出现一个很好的高点。如果行情能够稳定的话，很多山寨币在10月份都会有所表现啊。像前2天 Luna C， 包括昨天的 ERN 啊，涨幅非常巨大，非常诱人。为什么这么诱人呢？主要是超级主力啊，山寨币的超级主力在长期下跌之后，筹码大多数都存在于庄家或者项目方手里。他搞一个什么利好，快速拉升2天，这个涨幅达到100%多、200多，对吧？昨天这个 ERN 涨幅接近200%啊。前2天 Luna C 也是疯涨啊，这段行情疯涨88%的涨幅嘛，从这个低点88%的涨幅啊。酝酿出这些妖币的原因就是比特币的稳定，价格在当前时间的稳定性啊，比特币稳定了，而且比特币在小日线和4小时级别不断的震荡，它没有什么行情，那你市场上人做什么呢？那其他山寨币的主力庄家呢就会进场搞事情，利好拉盘，诱惑你进场，你的注意力和金钱搞到山寨币这里了，然后它再次进行绞杀。当然了，山寨币很多都有它的一个上涨时间级别，我们注意观察这个上涨时间级别啊，注意设置止损，还是有可能在里面获利的啊。然后说完比特币，我们说以太坊。那么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目前还是处在一个这个压力线附近，这个压力线呢是日线级别的，我们看到了波峰连线连接过来之后，在这个位置上形成压力。那么在这之前呢，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已经做出了周线级别的下跌吸油啊，这个周线级别下跌吸油悟空阴线是由日线级别下跌吸油组成的啊。那我们打到周线了，看到这里面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然后下方呢会有8金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这样的一个预期。这种预期出现之后呢，会出现平行于前面的一个结构。那么对 ETH 本身呢，我们回到 ETH 本身啊 ，ETH 对 USDT 的交易对，回到它这里呢，我们看到了目前它仍然在周线级别处在一个沙僧阴线的这个位置，这里是悟空阴线，这里是8金阴线。那么当前行情处在周线级别下跌的沙僧阴线这里多震荡之后，未来有唐僧阴线之后，我们的目标位是1100美金，1100美金跌破之后呢，我们的目标位是260美金啊，这是周线级别的。那日线级别呢，我们发现了它以横带跌啊，以横带跌突破了这个弧形的周线的波峰连线啊，但是上方依旧压力重重啊。首先呢，我们看啊，5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在1480构成了压力，那144日均线在1545构成了一个压力，那169日均线在1740构成了压力。那目前上方还存在3座大山，这种情况下呢，它做突破的可能性很小。如果到达1470或者1450附近呢，是一个补充空单的一个位置。如果没有
没有动作的话啊，我们耐心等待这个做空的机会。然后昨天晚上到今天白天，我一直关注这个 ERN 这个是以太坊的一个代币啊，主要是明星的时间IP 这个分享。那这个代币呢，目前来看，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了它已经突破了169日均线。这种突破呢，证明它日线上还有一定的上涨的机会。那么在小日线结构上呢，我们看到了它持续不断的出现了下跌。那4小时级别呢，我们观察到4小时级别出现了一个对称性的涨跌，这里面走出了一个4小时级别的上涨细流，然后4小时级别对称性下跌已经完成。那么我们回到一个15分钟级别上，我们能把它画出一个什么呢？画出一个结构。在画出结构之前，我们认为15分钟级别的169日均线构成了一个支撑，当然这个支撑呢没有撑住它要下杀过来。那么在下杀过来之后，我们把它的一个结构画出来主要是画它的这个波峰结构和波谷结构。画的同时呢，我们要找到这里面可以采纳的最多的点来连出它这个线。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焦点位置是在今天晚上8点左右。如果不跌破 2.75 附近的话，不跌破这个目前的低点的话，有可能在这个时间点今晚8点左右出现一个拉升动作。为什么它还有可能做拉升呢？原因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原理在这里面。4小时级别对称性涨跌追涨的已经被全面绞杀，那抄底的在这段行情当中抄底的，目前我们看到它最大跌幅呢已经超过接近40%，抄底的基本上也被杀死了，有可能很多止损出逃了。所以呢，在这个位置，它一旦形成一个结构之后，容易做出一定动作，再次吸引散户进场因为这轮行情我们刚才提到了它做了一个连续的周线级别下跌之后，在这里面做了一个筹码的收集，然后快速拉升之后，它的这个趋势在日线级别上已经做出了突破性动作，并且日线级别上走到哪儿了呢？走到8阶阳线的这个位置上了。所以在它没有走完之前这个8阶阳线呢是由一个4小时级别上涨走出来的涨幅接近200%发动了突破之后，就有可能继续上行。继续上行的目标位在哪儿呢？我们认为是在5美金附近因为最前面它做了达到 24.8 美金之后，它形成了这个结构，上方在 5.15 美金附近构成了一个压力。如果能够完成日线级别上涨的话，目标位就在 5.2 5.1 这个位置附近这个呢突然上涨的币种，突然上涨的山寨币也是我们值得关注的。但是关注的同时呢，要注意它的风险，注意它的危险的位置在哪儿，可能发生变盘的位置在哪儿，可能发生上涨的时间在哪儿这些是一定要注意的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对我 K 线稀有战法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淘宝、拼多多、抖音上订阅我的这本书同名书籍。同时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